王一博攀岩停不下来，没想到人家玩的五花八门，既走扁带伐木海、吊皮划艇、山地自行车后，人家又去挖隔离攀树了。化身小松鼠躺在树上比着耶，挖到隔离笑得好开心，一边工作一边玩，谁还想回来上班接着浪啊？王一博的探索心境就让我们平时看不一样的，他探索世界各地优美的风景，他的生活态度，他真诚地打开了自己，我们何必扭捏，直接扑上去，别再吹白又瘦了。王一博一个跳水失身，这身肌肉重新定义了顶流身材，看这次的封面，西装裤被大腿肌肉线条撑得微微膨胀，那不是瘦，那是密度，他的腰臀比大腿围与小腿围，恰好卡在黄金分割点上。九头身这种比例让静态是雕塑，动态是男性的张力。跳舞时你就懂了，就是美感王一博的西裤一穿，大长腿一览无余，你看到的不是单纯的瘦，是一种身材比例的张力，你羡慕的也不是体重，而是一种蓬勃的生命力。在探索心经2里和大胡子老师谈话，说过他很喜欢攀冰，本来还以为他是为了去拍摄保护冰川才练习攀冰的，原来人家是真的热爱。这是前几天拍到的，跟着周鹏老师去了滑雪，技术一流，玩得不亦乐乎，如今又去攀冰，工作时就努力工作，玩的时候就尽情享受。王一博果然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，很自在。这2天被王一博圈粉的太多，因为在他的攀岩态度中，我们看到了他的内核，一句我在乎直接动容，队友想着用，只要你爬上去就可以，没人在乎你用了什么方法。而王一博却说他在乎，因为没有实打实的锻炼，怎么爬得更好，他从来不想着走捷径，而是他是稳的一批此刻顶流之上人，的确有点东西。与此同时，王一博教会年轻人的不是再来一次，而是到此为止。纪录片里他在水下4米处精疲力尽，史瑞德喊再试一次，他摇头，这不是任性，是对自己能力的认知。深水爆时无保护，体力归零的瞬间，任何鼓励都是废话。他脸色发白，手臂发抖的细节拆穿了一切努力人设。真正的强大是先对失控喊停，慢就是顺，顺就是快。导演把这段全剪进去了，观众厌倦了塑料故事，渴望看见活人喘气。如今捧上神坛的不再是不知一味的假人，而是懂得说不的真人。顶流之上的修养不是坚韧，而是懂得何时脆弱，是不敷衍，实实在在做事的人。别问为什么王一博这么圈粉，做人做事的态度真的一点不掺假，这么真实鲜活的王一博，谁不喜欢？内娱何其有幸有这样的艺人，夸不完，根本夸不完。王一博的一句我在乎，让多少人瞬间沉默。王一博在无人监督的角落，依然为自己设立崇高的标尺，他宁愿换一条路线，也不愿在一个没有真正征服的挑战上留下虚假的完成记录。没有人在乎，但我在乎。练习报时的那条路线，骑手的位置总是抓不住，搭档瑞德提议将报时垫堆起来，直接去抓那个好抓的手点。面对这样的捷径，王一博说如果这样的方式其实不算是真的爬了这条线，瑞德说不算爬，但是谁在乎？王一博皱了下眉头，轻声且坚定地说我在乎，我在乎。他在乎的从来不只是完成路线，而是真正体验和征服挑战的过程。他没有选择用捷径欺骗自己，用表面的成功掩盖实质的缺失，在无人监督的角落依然为自设立崇高的标志。他宁愿换一条路线重新开始，也不愿在一个没有真正征服的挑战上留下虚假的完成记录，假装征服了本为真正征服的高峰。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局限，不欺骗自己，不亵渎挑战。过于走捷径的人永远都无法理解强者的执拗，真正的强者知道自己的实力是怎么来的，知道有些过程无法被压缩，有些成长必须亲自攀爬。而这样的态度贯穿了王一博所从事的每一个领域。作为舞者，他反复打磨基本功，直到每个动作成为肌肉记忆。作为演员，他将灵魂注入角色，用最为本真的方式演绎经典。作为赛车手，他争分夺秒，以赛代练，在一圈圈的复盘中慢慢打磨自己的实力。我也突然明白，为什么在探索心境第2部的发布会上，嘉宾会说王一博是真正的 climber， 因为太多人为了凹自己的户外人设而不辞辛劳的去户外摆拍。我也特别理解王一博听到没人在乎时那瞬间的皱眉，因为他是一个纯粹的人，在他的概念中，跳过困难的部分就等于抽走了他成就的脊梁，逃避挑战的起点就是错过了整个挑战的精华，把精华的都跳过去了，那我何必要走这一遭呀？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演
一圈里那么多人，我只佩服王一博。在这个充满诱惑与捷径的名利场，王一博始终选择像攀岩者一样，一步一个触点的向上，每个角色、每项技能、每次挑战，他都以初学者的心态去面对，不急不躁，不欺不瞒，始终把控自己的节奏与标准，从未迷失方向，更从未忘记初心，所以他才会赢得旁人的真正的尊重。他在乎你在乎，我也在乎他，不在乎成不了王一博，我不在乎，就不会是慕强的要强的欣赏王一博的人。在这个追求效率只看结果的时代，我们习惯了缩短过程，跨越细节，只待达成目标的一刻，多数人活得越来越相似，追求快速的成就，拥抱妥协的智慧，接受无所谓的常规操作。然而总有极少数人以近乎执拗的姿态，在微小处守护着初心与标准。王一博就是这样的人。在探索心境第2季中，一个报时训练的场景被镜头轻轻的记录，却重重击中了观看者的心。面对攀岩路线上的困难动作，队友瑞德给出了一个极具现实的方案，把其中一个报时点堆高一点，直接抓那个好抓的手点，这样会更简单。我想绝大多数人会欣然接受，这不过是一次训练，无人会在意过程是否标准，结果看起来一样就好。但王一博几乎没有犹豫，他说，但我想知道这样的方式还算不算爬了这条线？瑞德笑着说不算，但谁在乎呢？是啊，谁在乎呢？一件小事无关成绩，无关评价，甚至无人注目。速成文化的洪流里，谁还在意起点是否纯粹，过程是否完整？然而王一博静静地说，我在乎。那一刻，仿佛所有浮躁的声音忽然退去。这3个字不只关乎一次攀岩，更像是一种人生姿态的宣言。他拒绝敷衍，哪怕无人观看，他坚守过程，即使捷径就在眼前。这样的坚持不是偶然。你们还记得在《天天向上》有一期里，一博扮演赵云时，一个高难度的旋转动作让老师都主动提出，一博如果做不到，可以换成简单一点的动作。换做旁人或许顺势而为，但他选择了反复练习，直至完美。不是为镜头前的掌声，而是对自己心中艺术形象的负责，不敷衍不将就，要做就能做到能力之内的最好。正是这种精神，让他从不是随波逐流的大多数，而是前行的独行者，温柔的引领者。很多人说他注定不同，可这份不同并非天赋异禀的赏赐，而是源于一次次在无人处依然在乎的积累。当世界劝他轻松一点，还选择走那条看起来更笨更陡的路，而这恰恰是通往顶尖的唯一路径。这个时代，聪明人很多，走捷径的更多，但真正走远的，永远是那些别人觉得无所谓的地方依然认真，依然敬畏，依然不肯降低标准的人。王一博让我们看到，成功从不是偶然，而是一种选择，是在每一件小事上都郑重地说我在乎。它就像一颗静默的行星，不喧哗自有光，而这光芒正照亮许多还在随波逐流中迷茫的人，提醒我们，或许我们也可以在某个属于自己的角落认真地说一次我在乎。